你是不是也遇過這樣一個人？他一會兒對你熱情的不得了，甜甜的早安晚安傳個不停，讓你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獨一無二的那個人。可一轉眼，他又變得特別冷淡，訊息愛回不回，電話也不接，心情跟着他上上下下，簡直像在坐雲霄飛車。你晚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看你們的聊天記錄，一個字一個字的分析他到底是什麼意思。你忍不住想，他到底喜不喜歡我？我是不是哪裡做得不夠好？就在這段不清不楚的關係裡反覆折磨自己，感覺都快內心消耗到不行了。如果你有過這些感覺，先別急着懷疑人生，你沒有瘋，你很可能只是遇上了傳說中的海王。他們是情感世界裡的高級玩家，最擅長廣撒網、多線經營，把你迷得神魂顛倒，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暈船。但別怕，今天這支影片 Maggie 就是要來幫你揭開海王最核心的4個特徵，給你4個超清晰的信號，讓你一眼識破對方，徹底告別暈船的痛苦，把情緒的主導權牢牢拿回自己手裡。第一個信號是模糊不清的關係。海王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一招，就是故意讓你們的關係不清不楚。你們會做很多情侶才做的事，他會陪你深夜聊天，聽你到工作上的苦水，他會記得你愛吃什麼，不經意間給你一個小驚喜。他甚至會牽你的手，抱你，給你一種我們不就是情侶嗎的錯覺。但只要你試着戳破那層窗戶紙，問出那個關鍵問題，我們現在到底是什麼關係啊？他的反應馬上就會變得特別有意思。他不會直接說不，因為他還沒膩，還想把你繼續留在他的魚塘裡。但他更不會點頭承認，因為承認了就代表着責任。但对於一個要同時管理好幾片海域的海王來說，絕對是一種束縛。所以他會搬出一套早就準備好的說辭來繞開話題，比如我覺得我們現在這樣就挺好的，感覺很舒服，幹嘛非得要個名分呢？或者更高段位的，他會反過來 PUA 你，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你，但我覺得自己現在還不夠好，怕給不了你幸福，不想這麼快耽誤你。聽出來了嗎？這些話術說穿了就一個目的，讓你心甘情願地留下来，同時他又不用對你負任何責任。他給你情侶的待遇，卻不給你情侶的名分。這片模糊地帶就是海王賴以生存的海洋。在這種關係裡，你沒立场去問他跟誰出去了，也管不着他專不專一，因為他隨時都能嗆你一句，我們又不是男女朋友，你管我？這就是他們的高明之處，讓你有苦說不出，只能在無盡的猜測裡消耗自己。所以請記住第一個信號，一個真心喜歡你，想和你認真走下去的人，會迫不及待地想告訴全世界你是他的。他會給你最明確的身份和安全感，而不是讓你在猜疑中熬過每一個晚上。第二個信號是忽冷忽熱的情緒，雲霄飛車，精準拿捏你的感受。如果說關係模糊是海王打下的地基，那忽冷忽熱就是他用來操控你情緒，讓你徹底暈船的核心武器。這個模式你肯定不陌生，他可以連續好幾天對你無比熱情，從早到晚噓寒問暖，分享他生活的瑣事，讓你感覺自己就是他的全世界，你就沉浸在這種甜蜜裡，以為自己終於等到了那個人。
但是就在你覺得關係要更進一步的時候，他會突然人間蒸發，訊息開始愛回不回，電話也不接，理由永遠是那幾個：在忙，剛剛在開會，手機沒電了。就在你被這種冷漠折磨到快要放棄的時候，他又會像個沒事人一樣出現，帶着加倍的熱情和甜言蜜語來哄你，解釋說他前幾天有多麼想你。這種感覺就是坐雲霄飛車，一下子衝到天上，一下子又跌到谷底。你可能會開始瘋狂反思，我是不是哪句話說錯了？我是不是太粘人了，讓他煩了？親愛的，快停止這種沒有意義的自我攻擊。你什麼都沒做錯，他之所以忽冷忽熱，原因特別簡單，他的時間和精力是共享資源，需要分配給魚塘裡的每一條魚，就像一壺熱水，輪到給你倒水的時候，你感覺到的是溫暖。當他去給別人倒水的時候，你這邊自然就冷下來了。他不是真的忙，他只是在忙着應付別人罷了。這種行為在心理學上叫間歇性強化，是一種情感操縱手段。他先用冷落制造你的焦慮不安，再用突如其來的熱情給你獎勵，讓你對他越來越依賴。你會為了再次得到他的熱情，不知不覺地降低自己的底線，最後徹底被他吃底。一個真正成熟、專一的愛人，給你的愛應該是穩定持續的，像溫泉，而不是雲霄飛車。如果一個人帶給你的情緒總是大起大落，讓你時刻感到焦慮，那這絕對是一個危險信號。如果聽到這裡，你已經感覺句句戳心，膝蓋中了好幾箭，請先幫我按個讚，讓我知道幫到了你。也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月下談心，在這裡我們一起學習看清情感世界的真相，成為更好的自己。第三個信號，徹底隔離的社交圈。你只是他藏起來的秘密。你去看看他的社交圈，海王一個很典型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切成一塊一塊互不相通的區域，而你只是其中一個區域裡的秘密。他可能会跟你聊工作上的八卦，讓你覺得你很了解他的同事。他也会跟你分享他的愛好，比如健身、看電影。但你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他從來不帶你進入他真正的核心社交圈，他不會把你正式介紹給他的好哥們兒、家人，你的存在也很少出現在他的朋友圈或社群媒體上。你們的合照永遠只存於你自己的手機相簿裡。當你們走在街上，他可能會下意識地和你保持一點點距離，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這就是海王的魚塘隔離策略。他們很清楚，讓魚塘裡的魚互相知道對方的存在，那可太危險了，會導致整個魚塘都崩塌。所以他會為你打造一個看似完美的兩人世界。在這個空間裡，只有你們倆，讓你感覺自己無比特別。但實際上，這只是他為了方便管理，給你畫地為牢的一個圈。他們通常看起來很有魅力，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很輕鬆地獲得不同類型的人的好感。你可能覺得他社交能力很強，朋友很多，但這背後往往缺少真正的深度連接。他的世界就像一個迷宮，你以為你走到了中心，其實你只是在其中一個被隔開的小房間裡。所以，當一個男人和你交往了好一段時間，卻依然把你藏得好好的，不讓你接觸他真實的生活和朋友時，別再為他找他比較低調，時機還沒到這種借口了。你要清醒地認識到，你很可能不是他唯一的選項，只是他眾多秘密中的一個。這第四個信號也是最讓人心累的一點，
他總是在給你開未來的空头支票。海王非常懂得怎麼用最小的成本留住一個人，而成本最低的工具就是畫大餅。他會用特別真誠的語氣跟你說，寶貝，等我忙完這個專案，我就帶你去你最想去的普吉島旅行。他會在看到可愛的寶寶時轉頭對你說，以後我們也生一個這麼可愛的寶寶好不好？他會給你描繪一幅幅特別美好的藍圖，關於你們的未來、你們的家、你們的生活。這些話聽起來太美好了，讓你充滿希望，讓你覺得現在受的所有委屈和等待都值得了。你心甘情願地留在他身邊，就盼着他說的那些未来能夠實現。但你會慢慢發現，這些承諾就像空頭支票，永遠沒法兌現。說好要去的旅行，總會被新的專案給耽擱。說好要帶你去見的家人，總是時機不成熟。他的未來永遠在更遠的未來，而你的現在卻在一天天的被消耗。說穿了，他這就是在用語言上的廉價承諾來套住你當下寶貴的時間和情感。他讓你活在虛幻的希望裡，而他自己可以毫無負擔地繼續在他的海域裡遨遊。等他玩膩了，或者找到了新目標，隨時可以抽身走人。而你回頭一看，除了那些從沒兌現的承諾，你什麼都沒剩下。行動才是檢驗真心的唯一標準。一個真心想和你共度未來的人，不會只把未來掛在嘴上，他會一步步地把你規劃進他的生活裡。如果一個人給你的永遠是未來的畫餅，而不是當下的安穩，那請你一定及時止損。好啦，我是 Maggie， 我們來快速總結一下海王的4大特徵。第一，關係不清不楚，不給你名分。第二，忽冷忽熱，讓你坐情緒雲霄飛車。第三，隔離社交圈，把你當成秘密。第四，只畫未來的大餅，從不兌現承諾。如果這4個信號你身邊的他命中了2個以上，那你真的需要提高警惕了。但今天我們聊這些，目的不只是為了見渣，更重要的是希望你能通過這些信號，反過來審視自己的情感狀態，學會保護自己，去建立一段健康的關係。你要明白，一段健康的感情應該是讓你感到安全、穩定和放鬆的，它不应該是一場需要你絞盡腦汁去猜謎的遊戲。你值得被一個人堅定的選擇，而不是在曖昧和不確定中反覆內耗。如果你此刻正陷在這樣的關係裡，那請你一定相信自己的直覺。當你開始不斷懷疑自己，感到痛苦和困惑時，這本身就是關係出問題的最大警報。不要再為他找借口了，更不要幻想你能改變一個海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勇敢地轉身離開。離開錯的人，不是失敗，而是自救。把時間和精力投資在自己身上，去學習，去成長，去愛自己。當你變得越來越好，你自然會吸引到那個真正懂得珍惜你、願意為你付出的那个人。真正的愛情是雙向奔赴，是彼此成就，而不是一個人的獨角戲。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你是否也遇過類似的人，或者你有什麼獨門的見渣小技巧？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故事，你的分享可能會幫助到另一個正在困惑中的人。最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月下談心，打開小鈴鐺，讓我們一起在愛的路上修煉成更好的自己。我們下支影片見。